刚才拍了一张多洛米蒂的冬天，现在呢又快到傍晚了，然后刚好太阳有一点洒在这个该死的山峰上，拍了一张照片还不错。不过今天没什么雪，所以的话，你看下面的雪都消了，感觉天也没有那么冷，有点可惜。拍得不错。半年前，我们在这里遇见了多洛米蒂的盛夏，而这一次，在冬奥会的圣火熄灭之际，我们再次闯入了这片银装素裹的荒野。同样的山脉，截然不同的灵魂。这一趟冬日多洛米蒂，比想象中更浪漫。现在日落，阳光洒在该死的山峰上，山上有一点金光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哎，好肥啊！你看这个肚子有多大，都快垂到地上了。它好像也不是很怕我。现在是在 Altisai 的 Sasida 这个山上，刚才和一堆滑雪的人争了一个缆车，我感觉快窒息了。然后旁边你看，现在上来之后，感觉滑雪的人现在散开，这就没那么多了。现在这都已经不是旺季了，还是这么多人滑雪。你想想看，圣诞节会是什么状态啊？我们现在先徒步上去拍一下刀锋山了。它这样一个山很奇特的形状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你看它上面也没有雪，然后呢，一条像刀锋一样这样子垂直下来的这个山。我觉得欧洲这边滑雪的人就跟开车的人一样，特别的那个有侵略性。就是我这边徒步的路都已经这么窄了，他还非要从我这边路，人家给他画的路段是那边红色的那个区域，结果他现在还把我徒步路给占了。我感觉我就不久我就只能顺着这个杆子往上走了，我感觉要被这些滑雪的人给淹没了。他们都往这边蹭，不知道这是要干嘛。我后面就是刀锋山了，也是整个多洛米蒂地区最震撼、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山峰之一。你看，它一边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草甸，冬天也可以看到上面都没有雪；另外一边就是90度垂直的这个刀锋山，它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就这么形成了，难怪被评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呢。真是山下一个天气，山上一个天气。今天山下还有点阴，早上还有一点下雨，结果上来之后，2500米的海拔就变成了万里晴空，好开心。你觉得咱们能走下去不？还是说咱俩滑下去，直接这样坐在这雪地上滑下去，是不是更快一点？我感觉怎么更加陡了呢？
风吹起来，现在还是好冷啊！我感觉这个地方不止零下2度，有零下10度的感觉啊！你看我画的是个什么？咦，这个地方离莫斯科也没有很远，2035公里。威尼斯215公里，我觉得最牛的还是这个。布宜诺斯艾利斯10630公里，从北半球的最北边到南半球最南端，这个也是很牛，15000多公里。卡贝哈，这是哪？堪培拉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哇，这个更远。走下去我们就准备坐缆车下去，这太冷了，实在受不了，尤其这个风刮下来。冻死个人，感觉透心凉啊！我们还带了一堆吃的喝的上山，真的是小看了这边的天气。赶快下去吧！我戴着手套，现在手都是冰的啊！整装待发，准备出发。现在可以了。3、2、1，走！哇，下去了。来，现在看你们3个了，赶紧呀！这就是多洛米蒂山区特有的石灰岩了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一点发粉色。原来路边就可以看到，上面现在还覆盖着积雪，真是太漂亮了。现在五指山，哇，这个缆车也是我第一次体验。你看，那个双脚是腾空的敞开式的4人座缆车，我以为这只是滑雪的他们专门做的，没想到我们坐的也是这个缆车。然后现在就上五指山的路上了，好冷啊！这个雪道看着好难啊。感觉这是给进阶玩家准备的，你看它这好陡啊，一下子滑下来。后面就是五指山了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刚好5个山峰。它的这个名字 Fifth Torin， 它其实也不是说5个山峰，它其实就是5座塔的意思，因为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山，你看就是5个小塔一样，然后就是这个了。走，近距离再看一下。对面的这个山也好漂亮，连绵不绝的一片一片的。我发现多洛米蒂山区它其实不像瑞士的山上终年积雪，它其实这边的可能是它这个岩石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地貌的这个形成，所以导致它其实上面是不积雪的。基本上你看冬天夏天它都是这样光秃秃的样子。现在刚好是快日落了，来到这里就可以看那个太阳洒在上面，我还看到有一点粉红色的样子。而雪压的还挺实的。这里其实是1战的战场了，这下面雪掩盖的部分，很多时候还是1战的时候的战壕和掩体，士兵之前挖的，说不定可能还有一些尸体在下面呢。是不是想想看就更冷了？
你说我走着走着路，会不会一会儿就冒出一只手或者一只断掉的腿啊什么的？它这边徒步路还挺好的，看沿这个脚印一直走，就可以走到最高的这个塔跟前了。这可以去交屋山口吗？这条路，我看下面还有一些脚印，难不成说是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翻过去走到交屋山口？我知道这几个离得很近，但是走过去还是有一点太，就是难以想象吧。到跟前了耶，开不开心？雪太滑，我就不往前继续走了。今天也没带冰刀。不过，如果冬天大家来多洛米蒂不滑雪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很适合，非常非常推荐来五指山这边来逛一下。缆车也不贵，是26欧来回缆车。然后上来之后可以来这边徒步一下，但是记住一定要带上冰刀或者穿上雪鞋，路上还是有一些冰的。现在三峰山的话，冬天是不能自己开车上去，我们只能停到下面这个湖边，然后坐这种小摩托、雪地摩托上去。现在等，这个感觉真的好神奇啊！坐这个雪地小摩托带着我去，上次我们都是开车这样一路过去，然后这次只能这样坐这个雪地摩托。后面还有2个人是徒步过来的，对，你要是不坐这个摩托，那就是徒步过去，大概多久？2个多小时吧，差不多。哇，都走到这儿了，这2个徒步的，这个厉害！哇，啊，这是那种雪鞋。到了哎，三峰山跟前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个就是三峰山了。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都一片云雾。哦，我希望一会儿云能散一点，能看清一点。还有一波人上来了，天哪，这啥都看不见，这现在怎么走啊？希望一会儿到中午的时候雾能散一些。哎，又来了2波人。我们本来的计划是那个沿这条路一直走到快到三峰山的跟前，然后再去魔界之路看一下，因为上次很可惜没去成。但你现在看，连路都快看不见了。最远处那个教堂其实很近，但是现在都快看不见它了，真的不敢走。而且这个雪好厚，你看这个中间这一段没有人走的，你看这很深很深，我估计能有这么深，还带了冰刀。看来我估计很难了，我估计在这儿转一转，我们看看拍2张照，可能就得下去了。
怎么这么紧呢？这对比还是很强烈的。当时都是沙土路，6月份的时候，你看看现在，也只时隔半年到冬天，然后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真的想象不到啊！当这条路上全都是人，我感觉我鼻涕都要流到嘴里了，脸都要冻住了。难怪这个地方冬天车不能开上来呢。它就算是已经清理了，我估计只要下雪没多久，它就又会被雪覆盖了。哇，这个体验也是够不同的，好美啊！看后面的三峰山，这个雪覆盖下面的是冰哎，看见没？我就说刚才好滑好滑，看一层一层的冰，只不过被新的雪给盖住了。我的天哪！你看前面那个小屋，上次夏天来有没有印象？我好像记得。我们还去后面那个地方拍到了那个一家人和狗，他们看着这个魔界之路的那个山。今天完全感觉像是一个没有人住过的小屋一样。只要现在再走上这个坡，翻过这个坡了之后，在那个地方豁口那，我们就能看到三峰山了。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走这个缓坡。陡坡的话，我觉得不小心可能会摔下来。你看它这些立的这些柱子，应该就是告诉你、指引你这条路是这个方向的。到了耶！我们应该是今天第一个到达三峰山跟前的人，因为我看一路上都没有脚印，是我们把这条路开出来的。很多人到了门口之后，大部分人都是坐着雪橇就直接就下去回去了，看着路很难走。我们还好是因为有这个冰刀，我没想到咱今天能走到这儿。虽然我想着今天要不然走过来，但是看这个天气，我是真没想到今天我们能走到这里。每次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。到了教堂跟前说，那到前面再看一下小屋吧。到了小屋跟前说呀，那翻个山坡就到三峰山了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就走到跟前来了。冷冷的冰雨打到脸上，还有眼睛里，眼睛现在睁都睁不开。哦天哪！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方。我的帽子好像结冰了，好像真的结冰了。哇，后面两个人是今天我们第2波到达了。刚才我们聊了一下。大雪天大家都很不容易这样过来，他们比我们更厉害，他们都没有冰刀就这样子过来了，真厉害。差不多我们在这儿再拍一拍就回去了，这应该就往不成前面再走了，也不敢再走了。我记得上次我们还沿着这个石头路一直往上走，在那个山洞跟前过不去，因为有点恐高。要不要这里再挑战一次啊？Posto. Ragazzi, c'era l'attesa è troppo lunga, lì sul cartello. Persona barata?
我们准备坐雪橇下去。刚才研究了一下这个雪橇怎么做，左拐、右拐和刹车，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搞得定。差不多了吧？我试一下。这还是咱第一次滑雪橇呢，这个创意真的不错。感觉现在慢慢知道怎么拐弯了，往左蹭就是左拐，往右蹭就是右拐弯。这个地方好漂亮啊，有雾凇哎。把雪橇滑完之后，最后一段是摩托车带我们继续走下去、骑下去。这段路真的不错啊！还有一片一片的雾凇林，因为现在都被雪给盖住了。来看看我们帅气的意大利小哥的，看见了没？就这个小哥带我们回来的。在车上先休整一下，你看这个头发，刚才就不停的滴水，还好剩下的都在里面，你看看看，还有一些冰渣在上面，休整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出发了。哇，这边也是都湿透了，然后还有，我刚看了一下，我裤子、袜子也全湿了。这个布莱耶斯湖呢，也是多洛米蒂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湖泊。其实它的颜色并不是很漂亮的，夏天它是翡翠绿色，冬天的话如果没有下雪的话是天蓝色的。但是就是因为它背后有这么高大这个岩体，这个岩壁大概有2800多海拔高，所以两个只衬托在一起的话，就特别的有那个感觉，有一个那个组织的感觉。所以的话，这才是这边特别有代表性，可以在网上只要搜多洛米都能搜到这个湖泊和后面的这个雪山。但是这是很神奇的经历，就是现在在冬天我们可以直接在湖上了。我们以前的话你要绕湖一圈是1个小时，现在呢我们直接在湖上的随便可以乱走了。我看好多大人带着小孩弄着一个雪橇往前这样子走玩啊啥的。为什么要拍这个湖畔的酒店呢？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度假酒店，在2战之后，它其实是被关押了很多反纳粹分子，人质都在这里关押着。当时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解救人质的行动，就在这个酒店发生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酒店，是不是看着也很阴森？不过人质关在这种地方，所有的窗户都面朝这个布莱耶斯湖，这感觉像是度假啊，不像是在监狱。摄影师嫌我拍酒店拍的不好，
不够专业，自己跑到跟前去再拍一张，这也是闲得够无聊的。你看上面这个有栏杆的地方就是步道了，你可以就是沿着湖这样转一圈。上面现在那个瀑布都结冰了，有一点偏翡翠绿色，还挺漂亮的。这个雪下面就是冰了，好硬啊，还真的是冻硬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们在上这个孤独教堂的路上，是个上坡，结果车就开始不停地打滑，完全上不去，好吓人。刚才看到那个公交车上去了，不过它是装了防滑链，我们没有，而且我们还是4季胎，就不敢再往上走了。旅行的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到了新天鹅城堡，这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。因为多洛米蒂地区天公不作美，今年一直是大雪，就连这边的天气也没有好哪去。你看，现在又开始下雪了，所以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就来看一下这个德国最美的童话城堡吧。其实一般来说，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整个下面的平原，还有远处一些山峰。但是你看下面现在都被雪盖着，天气确实这边也不太好。所以只能看得到下面的一点村庄还有树林了。